大家好，我们这节课呢画一个这个简单一点的构图的，但是主要是这个颜色啊，这个调色啊，这节课重点呢就是我们要掌握一下这个大红色系牡丹的调色啊。我们这节课用的颜色呢是大红、曙红、胭脂、花青。好，把颜色呢挤在盘子边上。虽然是构图简单，但是要想把它画出效果来，也是需要我们把这个调色给它调出来这个比较理想的这个感觉的。这是大红，然后是曙红，第二个色阶是曙红，好，然后是胭脂，最后呢是花青。我们把这个颜色，我们前面把这个笔啊，给它浸透。这还是5.5的花头笔啊，它画小品还是挺给力的啊，大小正好。给它浸透之后，我们刮一刮，手上剩下颜色了。好，刮到使劲甩不低。这个大红色呢，其实要调不好呢，它就容易翻车啊，所以我们在调这个颜色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的颜色的厚薄的掌握啊。这个是很关键的。我们往往为什么调色调不好呢？就跟这个颜色的配比和厚薄的掌握，是那个有可以说绝对的关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调色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什么呢？一个是要注意步骤，另外呢要掌握它的这个厚薄的程度，和我们调色的深浅的这个变化啊。我们要求是深浅变化要柔和过渡。好，那我们就先干这个实际我们该怎么操作啊？这个大红色呢，我们首先拨一点，然后呢给它调满笔，薄薄的去调啊，让它呢薄薄的在笔里边均匀的给它渗透到这个笔里啊，很薄，一定要薄。好，很薄很薄的给它均匀的渗透到笔里边，不能薄薄的挂在笔外圈挂一层啊，我们要给它这么来回揉啊，让它笔芯里边也有这个颜色。这样呢，你调出颜色越透啊，这个把这个笔呢给它调透了之后，我们在画的时候，它的颜色看上去就比较润，就通透。好，然后笔肚的下面我们给它就是在1.5厘米的时候啊，我们给它略微加浓一点，不要加太浓啊，略微加浓。然后我们再把曙红调在10毫米之内啊。最后呢，调一点胭脂，胭脂我们少拨这么一点，笔尖再一点，然后给它揉进去，揉在5毫米之内啊。好，就这么一点。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是什么样啊？我们的主花在哪呢？在这个画面的1/4啊，这个左边啊上方一点，但是它是中心线的啊，这个下面，但是略微往上一点，不要给它这个画的太低了啊。所以就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是中心线啊，高出几厘米吧，这样吧。好，我们先画这个主花。这个主花呢，我们先给它调到近距离啊，离这个边上大约是有差不多10公分吧啊，就是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画主花。好，我们先画一个这个3连翻啊，然后呢，在这儿吧，再来一笔啊，然后我们去把这个空填上，先填空啊。你填的每一笔空啊，都应该出层次。好，笔尖处再来一点点胭脂，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呢，我们再调的近一点啊。好，这样。好，然后我们在它的底下往上走啊，在这再往侧面走啊，再往下走。好，把这个拉下来。然后去填这个空，
笔尖处再来一点胭脂啊，再添啊，再添。这时候你填的空，它都出层次就对了啊。往外走，有宽有窄啊。这笔呢拉过来，有一点印儿没事啊，这个印儿其实更好看。好，到这程度了，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左边笔肚再洗点水啊，左边也来一点浅颜色，但是呢，这个是用来过渡的。好，还是像刚才那么调，我们再画几个花瓣，还给它薄薄的先调满笔啊，然后在1.5厘米的位置加浓一点，然后再把曙红调在1厘米之内。把这个胭脂调在半厘米之内啊。好，我们先画中间半，好，外边再来。到这程度了，不画了，剩下的我们要给它用深颜色去添进去。好，现在开始加浓、加深、加重啊。如果这个一幅画里边没有个深浅变化，它就没有韵味啊。所以这个我们先给它画成2乔牡丹的形式，它就好看。好，先把它这个大红色啊，我们给它先调满笔啊，然后呢，笔肚下面加浓一点。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曙红调在笔肚，加深加浓啊，这个一定要浓一些。好，然后呢，再把这个胭脂的颜色调在1厘米之内，或者再长一点啊，1.5厘米也行。最后呢，我们要调花青了啊，这个花青的颜色我们先蘸一点，然后给它调在1厘米之内。好。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色阶一定要让它过渡自然啊，千万不要这个调色的时候这块呈现一个两阶啊，没有这个过渡色，它们之间要互相渗透，变成一个渐变的过渡颜色就对了。所以说调色啊，要想调出效果还是很重要的，应该说特别重要。好，我们在这个上面这个位置啊，滚动，来一个大的花瓣，滚动的效果呢是自然。啊，笔尖处呢再来一点胭脂和花青，要把这个笔尖的深颜色啊给它补充到位。好，然后我们在这里切一笔，啊，这笔也切过去，啊，出现一个它们俩的混合色。好，然后左边也是要把左边这个颜色呢，我们给它融合一下啊。啊，这里边给它划动，让它出现一个这个层次。好，笔尖处再来一点胭脂和花青，啊，然后我们在它的外侧，这里来个深颜色的花瓣，啊，这里呢也再来一个花瓣。这个花瓣的目的呢，是让它这个两边不对称啊。好，我们继续，这个花瓣让它大一点，好过渡。啊，把这个里边再把这个层次给它找出来，看一下啊，这里呢让它高出去。好，感觉这就差不多了啊。我们把这个花瓣也给它变成一个深浅相间的压出去，这就是为了有个过渡啊，自然。这块呢也变成深颜色的，这样呢效果更好一些啊，深浅渗透。好了，这朵花呢就画出来了。然后呢，我们最后把这个花心切一下。
好，把花心切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中间这块，我们让它再高一点，感觉这里啊不够高，再高一点。好，然后我们画下一个花头，下一个花头一定让它重一点。笔肚吸点水，啊，我们这个花头呢，把这个笔里边这个大红啊，先多调点，然后呢，我们把曙红调在笔肚，再把胭脂调在10毫米，最后呢，调一下这个花青。好，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位置跟它稍微隔开一点，中间要隔点叶子啊。我们在这个位置呢，画一个这个花头，这个花头呢，先画一个3连翻吧，可以画一个扣把的3连翻的组合啊，你就这么画就行。好，剩下这块用叶子来填啊。好，我们在这个位置画出它的这个底下这个花瓣啊，就画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笔尖来一点胭脂和花青，先把花心切出来。好，把这个花心我们多调一点花青啊，然后再来啊。这块出个白的啊，就白的，我们用笔肚去填，让它出层次。我现在笔里水分比较多啊，我就稍微吸一吸啊，把这个刚画完的吸一吸，然后它反光。好，笔尖处我们再来一点胭脂和花青。啊，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外侧，把这两个花瓣啊，这一个花瓣变成2个花瓣啊，继续这样。好，填空，填啊，你填空它都出层次就对了。然后我吸点水，实际上不缺水，为什么要吸水呢？我们让它变淡一点啊，让它一侧变淡。然后呢，我们用个别的纸啊，吸一吸，吸一吸啊，吸点水变淡以后吸一吸。然后笔尖呢来点胭脂，再来一点花青啊。好，我们画它的外侧部分。吸完水之后，它这个颜色呢，它就有变化了啊。我们看一下，这颜色是不是一下变浅了呀？好，感觉就差不多了啊。这朵花就这样，不要给它画太齐整了啊，就让它有一个不那么完整的感觉啊。然后这里稍微的给它画一下。好，这个呢就画完了。然后我们再画一朵上面的，上面呢我们再继续吸水，还让它继续变浅。变浅之后呢，我们笔尖处还是来一点点胭脂和花青。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上面这个花头会变成什么样，不断的变化啊。这个上面的花头在哪放，在哪画呢？在它的右侧，看离它的右侧啊，大约是1掌吧，比它要往外张一点啊，在这个位置画啊，然后这块再画一个花苞啊，我们在这里先画一个花头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变成反方向的去包啊。这个是小花头啊，我们就别给它画的太大了。好，笔尖处再来一点胭脂和花青。
让它笔尖处加深。我们现在来切这个花心，在这里啊，这就是花心的部分啊。切完花心之后，我们把它稍微往脏一点啊，然后这个面往回来，好，好，笔尖处再来一点胭脂和花青啊，把这一笔呢给它折过去。好，这一笔啊折过去之后，我们把这一笔回过来啊，这样的层次就出来了，是吧？然后我们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呢，在这里来一个花瓣，你别让它两边一样平，它这是这面多是吧？你这个就上面多啊，就别让它两个花头是一个势，在势上给它改变一下。好。啊，那么这朵花呢也画完了，然后最后我们一定要吸点水啊，让它这个更薄。用个别的废纸啊吸一吸，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卫生宣纸啊，去给它专门用来什么？专门用来去吸这些个废颜料啊。然后变薄了之后，我们再去调一点曙红、胭脂和花青。哎，好了，就这样啊。好，然后在它的这个上方，在这里啊，我们画一个花苞，一定要比它高上去，往上走。这个势呢还可以改一下，好，然后笔根再冲上，这样啊，然后挖洞啊，这是我们常用的花苞形式啊，我都不用多讲了，咱们都知道啊。然后在它的上方，我们再来一笔。目的呢是让它有个层次感。好了啊，这4朵花我们把这个花的部分就画完了啊。这是大红色花的这个花头的形态变化和什么色彩变化啊。这个色彩变化比这个形态变化其实还重要，因为大红色系是很难画出效果的，但是只要我们好好的去把握，它还是很容易这个画出来比较理想的效果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调色的配比和水分的控制。好，咱们现在来点蕊。点蕊呢，我们也要拉近一点儿，一个一个来点啊。好，然后左边这是2组啊，一般的我都这么点，2组呢就形成一个大组，然后上边比它高出去，再来一个小组啊，这块呢稍微点2下子，就变成上面的啊一大组。好了，然后我们外边啊点几个装饰，你看点蕊就是这样的啊，就这么简单，让它扩散一下子，别让它一般高。哎，妥了，就这样。然后我们近距离看一下啊，点蕊就是有聚有散，有高低错落，有大小点的结合，不要给它点成圆圆的啊一个花心儿，那样的话呢它就不活啊。我们要避免什么僵硬呆板啊，就是咱们画法的特点，就是避免它啊，咱们要避免这个僵硬呆板的这个画法。所以咱们画法的特点呢，就是要求是要灵活灵动啊，要有笔韵，还有灵动，然后还有色韵。色韵呢，就是色度的改变啊，就能表现出你这个在色彩上面的这个应用的技巧。好，小花头啊，就少点。这个呢，我们还是给它扣过来，这样点呢是比较好点一些。好了啊，然后继续再给它点上。
这个就这样啊，外边再来。它俩呢让它有点不一样，其实也是2大组啊，只不过呢我们在点的时候让它有一点不一样，布局别一样啊，跟花头一样啊，要有形态变化。好了啊，然后呢咱们点上头绿啊，点雌蕊。头绿点雌蕊。这个呢其实是表示一种聚散关系啊，你看它俩是聚，它俩是不是散啊？然后我们在画完叶子之后啊，可以再来一个隐形花头再说。我们不一定画，但是我们可以看画面的布局再说啊。好，我们现在呢开始调叶子的颜色。这个画面布局呢是比较简单的啊，没有其他的这个配角啊。另外这个结构也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简单的结构要画出效果啊也是不容易的。首先我们要把它的这个笔法啊表现出来和色度表现出来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色度呢就要求就是要增加画面的反差比，也就是要把虚实浓淡的关系给它表现出来啊。比方说这朵花啊，你看这个颜色有深有浅的同时，有没有发现它也是有虚实关系的啊？比方说这里每个花瓣都很清晰，但实际上这块的花瓣就是虚的，这也是虚的啊，这块又是实的，是吧？有虚有实，虚实呼应，就包括这样的花瓣，这块就有虚的感觉，这有点虚啊，但是这个地方是很实的，是吧？啊，这里也是，就是有虚有实的变化。哪怕深的颜色花头啊，我看，你看我特意吸了点水，这块就变浅了啊，就是有这种变化的感觉了啊。所以说要想把它画好啊，一个是要让它这个有润度啊，还有这个有色彩的变化，虚实的变化。咱们现在呢来调一点叶子的颜色啊，换个盘子吧。我这个不忍心破坏它啊，这个大红属红，这个颜色都保持的挺好，不用它了，留着吧。放一边，哎，画作品。好，我们现在呢挤一点花青藤黄啊，这是藤黄，然后花青，然后是胭脂，这回呢我们用3绿的颜色，好，用一个叶子笔，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花青藤黄胭脂啊给它调在一起，变成很脏的颜色啊，这就是我们调色的特点啊，不让它是绿叶子，绿叶子是跟红花一相配啊，它是很俗气的啊，我们所以不要媚俗啊，所以要把这几个颜色混在一起，让它不是绿色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几个颜色调在一起是什么颜色？好，胭脂、藤黄、花青啊，调在一起呢。我再来一点藤黄，藤黄有点少啊，再来一点。好，花青、藤黄，然后呢，藤黄。把它调在一起，这个颜色呢，我们看上去呢，它就不纯了，它就变成里边有点灰，有点蓝，透了一点绿啊，就这个感觉，这感觉就是对的啊。然后呢，笔根到笔肚，我们来一点3绿。好，最后呢，我们来一点胭脂。这时候呢，我们不要先去画上面画地的部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深浅啊，颜色度怎么样。我们先画呢不重要的部位，把这个色度给它试出来。我们画哪里呢？画这里啊，画它俩的交界处。它俩交界处肯定要有叶子的啊，所以我们再画这个有点深了，怎么办呢？我们要再来一点藤黄啊，给它浅一点
啊，所以说在色度上没有拿捏好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画这个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说亮相的部分。好，显眼的部分，我们再来一点胭脂啊，来点藤黄，再来点胭脂，这时候我们可以画了，画在它这个花苞的地方。好，打对号，大小对号啊。这也是这个呢，可以这样运笔啊。运笔呢越流畅，出来的效果越好。好，然后哎呀，好像是这个出了点问题啊，忘点磁蕊了。好，然后呢，我们现在笔尖处再来一点胭脂的颜色。好，我们在它的下方这个位置啊，左下方这个位置画这个一组叶子吧。这是一组，然后呢，在它的旁边，在这里我们探出去撞边，看再来一组，行了啊，然后把这个挤出来，花瓣这个形挤出来别太规矩了。好，可以了。然后我们把这里再添点结构。这个结构呢，我们让它一个什么样的组合呢？就是在这后边你看来一个这样的式，这个叶子呢有点往上翻，这样的式在它后边出来的。然后我们直接呢把这个叶子在这里看一下在这里往上走，顺势往上走。好，它们之间有个区别，然后这拉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叶子它是旋转的，是叠加的是这个感觉然后呢，笔肚起来笔尖蘸点墨，先不蘸墨忘了，这底下还没画呢我们在这里也要来组叶子。好，最好来一个点儿，这个大小点的结合这里也是，这个点出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它这个叶子显得不那么呆板。好，洗点水，之后，我们再来一点胭脂。这回呢，往外走，在这过来往外走。好，然后来点叶子，行这就有聚散关系要不然它都是聚的了。然后我们现在笔里边再来一点这个颜色笔根处再来一点这个三绿，最后呢来点墨最后来点墨这个墨呢稍微多一点，重叶子，但是重也要把这个色阶调出来。如果你这个过渡不自然，它就不好看我们一定要这个注意要把这个色阶调好往外张，在这位置往外张一点，来一组重叶子，来走好，看一下用不用再往下再来点。好，往下吧，再来一组让它这个是这样分组就明确了，然后有前后关系了。好，然后呢，我们笔肚再吸点水，变浅了是吧？笔肚吸点水变浅了，我们来点藤黄不断的就在这个调整这个颜色你看我不断的在调，然后笔尖再来一点这个胭脂一直在调整这个颜色它的变化。好，我们在这里要来一大组叶子。
啊，这是一组上去了啊。然后看一下，这上面再来一组，好，这是可以了。剩下呢，我们用枝干啊给它连上。好，我们先把叶筋勾了，蘸浓墨啊，勾叶筋。勾叶筋要注意，啊，要给它整出来叠加关系。啊，不要让它这个方向一致啊，要把这个叶子叠加关系和方向变化给它勾出来。啊，像这个小叶筋、小叶子啊，叶筋呢，尤其上面浅色的叶子，叶筋要给它勾的细一点。老叶子叶筋呢，给它勾的粗壮一点。啊，这个重叶子叶筋呢，一定要勾的让它粗一点，也要让它这个叶筋呢重一些。好，然后呢，这都是深颜色的叶子。那我们现在呢，笔肚再吸点水，来点淡叶子啊。吸点水呢，用这个别的废纸啊，我们擦一擦，然后笔尖来一点胭脂。好，那我们看一下还用不用这个添花头了啊？感觉不添可以了啊。我们在这个位置来点淡叶子，它俩别一般高啊，那就这样就行了。好，这块呢也来点吧。我们在这儿，好啊。现在呢，把这些连上。我们这个呢，就底下用淡墨去连啊，就用这个颜色啊，我们调的颜色。好，就用墨色啊去连。好，那么在这里画枝干啊，这个枝干呢，我们让它这个中侧分行笔，最好是把这个笔呢搓一下啊，调完色之后啊，我们这么搓一下，让这个笔呢是这样的散风的啊，这个状态画出来就会好一些。好，我们在这里找它的主花先，主花呢应该枝干粗一点啊，那么就先往下走啊，这样啊，画的时候别犹豫啊，把它笔锋画出来，效果是比较好的。好，然后呢，我们再来，我这笔呢有点湿啊，再干一点效果更好。好，我擦一擦啊，稍微让它干一点。好，我们在这个里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枝。好，这底下这个枝呢，它就是一个，这个枝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点线面的结合啊，所以也不能少啊。它俩是一组，我们在它底下再来啊，先散回去啊，然后再聚。好，啊，然后剩下前面上面的啊，我们就给它用浅色去画啊。
浅色呢，我们就来一点3绿加藤黄啊。变浅之后，笔尖来一点胭脂。好，去画上面的枝干。好，我们在这里上去。这个枝干呢，不能太细啊，因为我们这个要连枝的，要连这个的啊，要连花头的啊，不能太细。好，再来一点这个胭脂。我这笔里水比较大，所以你画的时候一定要快一点运笔啊。好，在这里我们先画这个，把它连上，感觉有点细了，不能太细啊。好，在上面再连一个，在这儿啊再连一个，太细了效果不好啊。它俩是开的关系嘛，要有个合，这样啊，有开要有合，它才对劲儿啊。好，行了。底下看这块都没连呢啊，我们这里还是这么连啊，用这个带颜色的去连啊，然后笔尖来点胭脂。好，先把这个连上，主花啊，然后这里过来，像这里边都可以用小线啊给它连一下。好，感觉这个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要不要再来一点线，如果线少的话也不行。另外呢，看一下要不要再来个花头啊？这个右侧是留的提款的，但是这提款这个位置是不是留的很大呀？所以说我们这时候要想，要不要这块来一个虚花啊，给它这个加进去？我觉得可以啊。行，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后边，在这里啊加个虚花。好，我们把这个笔呢，就刚才用的这个笔啊，吸点水，然后看一下这个颜色现在是什么样啊？有点试不出来啊。好，就这样。这个花呢，我们让它是在它的后边啊，虚一些，甚至呢可以在这个位置。好，还行啊。你只要是要能看出来它是2朵花就行。行，就这样啊。水比较大，所以你运笔的时候一定要轻柔啊，然后不能再高了，再高跟它一般高了，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注意高矮的它的平衡。行，好。那么这个呢，你可以切个花心，也可以不切啊。我现在看这个花头呢，虚的也挺好，但是有一点感觉是什么呢？你要是把它这个直接切成花心就太实了，所以我们现在就给它变成虚的呢，在这点点蕊啊，就这么简单啊。现在给它点个蕊，然后这样看上去呢，这画面就更好了啊。然后这块来点虚叶子，我们这块呢就留的不那么大，是吧？就探出去了。好，那么现在呢，咱们就把这个虚叶子也先给它画上，然后这块点点蕊。
好，我们虚花后边一定要画虚叶子啊，笔尖处来一点胭脂。如果你虚花后面这个叶子是实的啊，可以这么说，这就是你虚实关系没有处理好啊。为什么呢？就说你本来这个花后边是虚的，那怎么可能会出现实的深颜色的叶子呢？啊，它不合规是吧？好，花都是虚的啊，叶子不可能是实的，这就是一个这个搭配的问题啊。这就好比呢，你穿衣服，你这个上衣是很浅的颜色啊，这个裤子呢啊也可以这个搭配深的，但是浅颜色的裤子啊，稍微浅一点的颜色的裤子，它俩才协调。或者是你全身啊都是黑色的衣服，你挎一个白色的背包，是不是它就不协调，不好看啊？然后我们在它俩之间要来一点这个，好像它们是有区别的。这块儿看啊，感觉这就差不多了。好，这就行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啊，哪里还需要这块呢？也加点这个虚叶子，给它拖一下啊。这块有点平，我们把这个叶子呢往上取，是吧？它有一个虚连啊，这个地方你别给它表现太实了，该虚的地方一定要虚下去。好，就这样吧啊。然后呢，我们现在该就是要不要点个压包啊，给它放上去。这里啊，给它来一个小枝，点个压包。这块也点啊，在这底下，这里啊也给它点几个压包就行了。然后点上胎点，点上压包。好，把胎点点上。啊，然后我们现在稍微用这个胭脂的颜色，把这淡叶子叶筋啊勾一下。好，这个叶筋勾的时候啊，就相当于在合并同类项啊，把这个散乱的叶子我们给它可以勾的整一点啊。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去点几笔呢，就是要它的结构，不是说点几笔就是几个叶子啊。这块呢，你现在还看不出来它是有这个结构的。然后我们在这里边稍微给它加重一笔啊，表示它俩有个搭界。在这里啊，稍微给它加重一笔，这样就行。好，然后现在把底下也要来点淡叶子啊，这块有淡叶子，但底下没有，是吧？底下都是重的，所以这底下也要来点啊。好，探出去，往下走，在这里啊，它下边。好，这底下也要有点，这只是一个氛围啊，拖一下。
不一定是非得表示怎么样，但是拖一下它就比没有这个好一些啊，这个也是。好了，这块有点亮啊，给它拖一点啊。那么这块该有的这个空隙啊，再给有点，要不然不透气了呀。好，我们把这里还有没勾的液巾啊，也给它勾上。啊，现在去把这个蕊点上。啊，你不点这个蕊呢，你们有没有觉得它是缺东西的？看上去就像缺结构一样啊。我们现在去点这个蕊，你能看出它的结构啊，但是呢，它是太虚了的，你不知道它这个大致形态是吧？我们点蕊的目的就让你知道啊，它大致形态是什么样，在哪里。好，这就好了，你就能找到它的蕊在哪啊，也就是说你能找到它的组织。蕊就相当于一朵花的心脏吧，可以这么形容啊。没有心脏就好像它缺东西，缺乏生命力，是不是啊？然后呢，再点上雌蕊，哎，这朵花它就别有韵味了，它有另一个感觉，是吧？好，点上雌蕊。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个画面结构。好，我们这里呢留下落款，那么这块呢可以画个蝴蝶，也可以不画啊，因为我觉得，也是不画呢也挺满的了，不是说这个一定要给它满满的就好看啊，该留的白要留下。好，我们先把这个该点的芽苞点上，最后再说要不要来一个蝴蝶啊。好，笔里边来一点藤黄，笔尖处我们来点胭脂啊，我们点蕊，点上芽苞。好，那么这里。啊，这块呢也给它点上，但是不用都点啊。感觉这就差不多了。好，这块呢有点成斜线，我们在这里点一个，把斜线破一下啊。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啊，整个画面啊已经很艳了，是吧？那么我们要不要来个蝴蝶呢？我在想这个问题啊。我看一下，重新审视一下画面。行，我们在这位置来两个蝴蝶啊，蝴蝶不要画大了，为了大家看清楚吧，咱们调近啊。应该可以了吧？好，我们在这位置啊，上面这个位置，我们来两个蝴蝶。怎么画呢？你不能画的你假如说你要画这个高这个低，我跟你说啊，它就跟这个势是平行的啊。我们要有纵横关系，这个蝴蝶呢要起到一个新的平衡点，那怎么办呢？这个高这个低，甚至把这个可以画在哪呢？画在这顶上，就在这儿，画在这个花上一个都行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这样画。这样的啊，让它这个高，这个低。好，那我们先画低的啊，先把低的点位定出来，笔里边蘸一点点，笔尖蘸一点点浓墨啊，用这个就是咱们点蕊笔啊。
笔尖蘸一点浓墨，我给它调一调啊，调成一个略微像淡墨一样，然后笔尖再清除一下浓墨，好，就这样就行啊，淡2下子就行啊。好，然后我们现在来画第一个蝴蝶，第一个蝴蝶在这里，不要跟它形成一条线上，在这里往下飞，甚至可以低于它啊，这样的往下飞。好，这是第一个蝴蝶。那么另一个呢，另一边呢，可以在它的这个，哪怕在它的叶子后边被遮挡一点都行啊，你不用太纠结这个，你只需要把它表现出来就可以。好，这块就要画的通透一点啊。那么这里补一笔，2笔行了啊。这是一个，我们再画另一个，这就是打个底儿啊，还是那么画，淡淡的墨色，笔尖蘸一点浓墨，画2个对飞的啊。那么这个呢，画的是，想一想啊，画个什么样的？好，把这个笔呢给它破开，这样啊，它俩的姿态就有点变化啊。行了，然后我们这个呢，我们让它这个翅膀呢略微有一个侧面这个感觉啊。这个就不是了啊，这个翅膀就是完全是在那个侧面啊，另一个翅膀就被它遮挡了。然后我们换一个小笔，换个小细笔啊，来画它的这个身体部分啊，还是这个吧。先画它的身体啊，这个身体呢，我们稍微的来一点点赭石。赭石啊，然后给它搁墨在一起，站在一起。好，先来一个正面的三角啊，然后再来一个侧三角大的，这就是它的这个它的身体啊。我们再来画细结构，咱们再近一点啊。好，这个呢，你给它这样点2个点儿，表示它有一个半侧卧这个感觉啊。它头在这儿呢。好，然后我们换一个小细笔啊，勾线笔，来画它的这个换一个这样的勾线笔。这就是工笔画的勾线笔啊，咱们也要打算上这个链接。好，这个画蝴蝶还是比较好用的啊。然后我们现在画它的这个须子啊，点一下子，好，这里腿呢，你就给它画出它的这个姿态啊，描几笔就行不要犹豫啊。好，然后它上面这个须子呢，它是这样的
啊，点2下，然后腿呢也是要给它折着画啊。行，啊，这是往下走，然后把这个它的这个眼睛吧，我们点2下，这是啊，眼睛点2下，身体我们触2下就行啊，后边尾巴，好，然后我们用这个小细笔，你愿意画线就画线啊，不愿意画也行，我们可以画几套线啊，画出它的结构啊，你看就这样，这个再来2笔啊，这也是，你愿意画就画，不画也行，但是你这个画这个线啊，不能画太死，这样就行了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点点画线啊，这样，让它俩有变化呀，别给它整一样的就行啊。好，点点画线，行了。那么剩下的我们稍微的把这俩蝴蝶渲染一下。为什么这个蝴蝶我们不画成彩色的呢？你这个大红牡丹对不对？很艳了。为什么你要再画成彩色的成啥了啊？花里胡哨。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笔稍微洗洗啊，清洗一下然后呢，把这个蝴蝶染一下。这个呢，你可以用胭脂的颜色给它调的很淡很淡很淡的啊，去染一下，熏染一下。稍有这么一点点胭脂就行。好，我们去渲染这个颜色这个蝴蝶，看一下啊，笔里水分不能太多。淡胭脂的颜色，好。然后这个呢，就用这个黄吧，染一下它这里，好。然后我们这个根处啊，用这个深的胭脂颜色，稍微的去2笔就行了。在这里啊，我们稍微的这么擦染2下。那它俩的风格略变一下啊，好。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体的画面太远了。整体的画面咱们看一下啊，把这些障碍物先拿走咱们给它摆正这障碍物都拿走我这样呢，就是便于大家这个最后看一下整体效果，把干扰都避开。好，咱们看一下，这个整个画呢就完成了。这个画呢看上去就是挺鲜艳的但是我们用这个深颜色的叶子就去了它的火气。对，这几个叶筋没有去勾，其实不勾也行我们勾一下子吧，用墨加点胭脂去勾吧。花蒂部分勾也行，不勾也行其实花蒂部分大叶子勾，小叶子就不用勾了。好，不勾也可以。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画面就是这样的。蝴蝶呢也可以提亮一点我感觉这个蝴蝶不提亮呢，稍微有点不明显，跟这个叶子有点搭了，是吧？那我们现在呢再做一点工作把这个蝴蝶提亮，用太白的颜色，用刚才那个小笔感觉这个蝴蝶不亮。好，在这里给它提亮。
好，行了，这个呢我们就少点儿，上面有一点就行啊，让它俩不一样，有点变化。这回可以了。好，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完了啊，这个效果呢还是不错的，是吧？可以说这个它因为颜色呢我们调的不那么艳，有深浅有浓淡，它就不显得那么艳那么媚俗了。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